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23号。今天视频再来利用比特币周线的这一张图形，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在24年产量减半之前会出现微科夫的二次积累啊？或者等下也来跟家人们聊一下，有些朋友还是在担心比特币，怀疑它的牛市。今天利用比特币日线的这个图形来跟家人们聊一下，压回来你如果现货想买，随时都可以买啊。包括之前在高位的时候，我也是有跟大家讲，你如果真的是空仓的朋友，去年1年多都没有听我们的建议，那上去的话，你该买还是要买，或者是留一部分资金反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压回到这个 25K 附近？那现在价格压回来的话，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会出现长达5到6个月的一个二次积累的阶段？然后会不会在今年底会不会再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个产量减半的图形，就是它每一次比特币见底的时间在历史上事隔4年左右，一般都会有一次底部，然后重新开启一波牛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1年跟2015年的这个底部，它间隔的时间是1400天，然后15年的这个底部跟19年的这个时间也是间隔的1200多天，19年的这个底部跟2022年的这个底部也是间隔1200多天，每一次熊市的底部跟熊市的底部都是间隔1400天左右，所以这波牛市已经确认是开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这一张图形啊，可以观察一下在历史上比特币产量减半的时间，比如说20年5月份这个位置产量减半，它跟见底的时间是相差了1年多，所以一般历史的经验就是每一次见底的时间都是会提前1年多。而且16年7月份我们可以看一下产量减半，这个价格已经是涨到500至600美金，它实际见底的时间也是提前了1年多，在15年初的时候见底。所以历史有这么高的一个参考性，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10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然后它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2011年底，也是提前了1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在历史上比特币接近产量减半之前，是不是有一个二次积累的阶段？比如说这边是第一波，或者是这边是第一波，它在产量减半之前，是不是有一个5到6个月的一个积累区啊？因为这一个是它的月线图啊。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15年初比特币见底完以后，第一波涨上来，这个位置积累的阶段也是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接近5个月。我们也可以再观察一下19年比特币底部起来之后，这边它的涨幅，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如果是熊市起来之后，第一波涨幅一般空间都是快接近 0.38， 只有这一波它是一直涨到 0.618 的位置。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其实也是在积累啊，我估计这个也是在洗盘，3根、4根、5根、6根，接近6个月啊。然后这一根估计可能也是要起来，如果是没有那一个疫情黑天鹅事件，我相信有可能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可能会转移到这个位置来。所以目前的位置，我个人判断月线里面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会整理5到6个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形啊，也就是微科夫积累的形态，因为还是有很多空方的朋友在看空这个比特币，我是想把一些空方的朋友再拉回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整个熊市长达1年多的整个下跌，如果从6万9开始去观察的话，其实也是长达1年多的下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2022年5月份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 PS 的位置，它是首度遇到一个支撑，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后面是这个支撑破位以后，在这个 SC 的位置，也就是微科夫积累阶段里面的第一个阶段，整个阶段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抛售的高潮。所以当时在22年6月份的时候，也是跟家人们计划，因为看形态是很明显，当时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的量，下方的量是非常的大，后面是在2万开始初步计划，跟朋友们讲2万下方可以开始去抄底。其实整个 A 的阶段它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长达1年多的下降趋势
有可能是已经结束了。就是说它下降的趋势不一定会类似这种继续往下跌的一个趋势，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横向的一个趋势，当然不会马上开启一波上涨的趋势，因为积累的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有可能是出现抛售高潮的时候，我相信是有人在这边接火的。那后面它出现了这一个反弹，或者是到这个位置都是一个反弹，后面是在测试，进行了2次测试。比如说这一个 B 阶段，其实都是一个积累的一个阶段，就是机构的一些货不可能在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位置出现恐慌抛售的时候，就一次把很多上面比如说高位买的一些散户的筹码全部给接到位，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2次积累的阶段，而且一般是在 B 阶段里面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它会不断的去测试前低。当然也有一种形态是主力如果是2转的一个主力，它会出现类似这种春天的一个继续进行一个打压，把整个区间都给灌破，而且这个位置灌破的一个位置就是有一些事件 FTX 交易所，所以我也是相信 FTX 交易所有可能就是有人在这边刻意而为把很多散户的筹码重新骗到这个位置，然后积累完以后，其实整个 B 跟 C 也差不多都是一个积累阶段，特别是这个 C 阶段，有时候它是会利用这种就是2转的刻意而为，它会挖坑来重新测试供应，也有可能是它不会再挖这个坑。有时候底部积累的阶段看形态像这一个大形态就类似一个很大的一个头肩底，然后到低阶段的时候，想跟大家讲，它一般是会重新回到就是这一个颈线的顶部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张微科夫的积累形态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我个人观点，有可能就类似低阶段是在这个位置就类似这几个高点的位置突破完以后，它会在这边反复的积累一段时间，也就是整个大头肩底的底部，这个颈线已经是突破了。突破完以后，我们尽量留意一下，它如果在这个位置真的会大举震荡的情况下，或者是短线昨天是已经来了一根多方的抵抗，这2根是一个插入线，还是一样尽量观察一下，它收盘必须要给我稳到这个矩形箱体一半的上方。如果是最理想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观点是，它在这个位置能不能横出一个区间？当然，我的观点也是不排除还是一样，就是目前的形态，整个短线是没有一个上升的趋势。个人观点，期货如果要搞的话，还是一样，尽量观察一下这个箱体到底会不会破到这个箱体下方，能不能去踩这一个颈线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高位的时候，当时在69000，当时个人也是有一笔空单是空到这个最高位。后面不是有跟家人们讲过，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它这边也是一个矩形箱体的震荡。一般箱体你如果要正式突破，你就不能重新回到这个箱体。如果是重新回到这个箱体里面，它肯定要再破这个箱体的下沿。现在的位置也是一样，你既然是这个位置都突破了，就不应该再回到这个箱体。回到这个箱体，我个人观点就是不排除有可能就是会把这个箱体的下沿给跌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昨天这一根上涨，它昨天这个位置是已经来到整个日线布林线的下轨，而且这个 J 值J 值是在0下方，它也是有一些短线上涨的需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它的周线周线这2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到，这一周一定要去留意一下，它如果到明天早上8点，也就是周一的时候早上8点不是要收盘如果收盘是收成这个空方的结构，我是相信有可能这一个积累区时间是要拉得很长也是不排除这一次 KD 指标会被破80，或者是下一次的一些重要中长线的点位，有可能是在 KD 指标来到50附近的时候，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一个积累完的一个上涨。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